之前做过开箱的戴尔游侠 G155520终于测完了，这次测试的 G15是 i5-1250H 加 RTX 3050 Ti 的版本。那先从重量方面开始，裸机 2.45千克，适配器 0.67千克，合一起呢约6.2斤。整个机器外观设计与去年测过的5511并无明显变化，塑料的材质 ，logo 位于 A 面的居中位置，机器支持淡若开合，屏幕晃动适中。打开 B 面，先开机看一下桌面，很干净，预装了杀毒软件和外星人的控制台。屏幕是友达的15.6英寸16:9 1080p100% sRGB 165赫兹屏，屏幕亮度300尼特，实测屏幕色域100% sRGB 77% NTSC， 色准最小值 0.48， 最大值 2.33， 平均值 1.34， 色域色准都还行。C 面是全尺寸单区单色背光键盘，戴尔称为珊瑚色，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有小数的键盘，方向键半高设计，背光2档可调，一体式的触控板，左右两边有系列 logo 以及软硬件标签贴纸。这个方面，左侧是 RG45 千兆网口，3.5毫米耳麦2合1，右侧2个 USB 3.2， 后侧 Type C USB 3.2 HDMI 2.1 DC 电源口，有3个 A 口，但是相比3060版及以上版本而言，阉割了雷电4。地面有4个脚垫，矩形大面积的进风口。那我们拆开后盖，一起看一下机器的内部情况。双风扇、4铜管、4出风口，双内存卡槽，最高可升级32GB 内存，一个 M.2 硬盘位，最高可支持2T 的容量。内存方面，2根三星的8G DDR5 4800兆的内存，双通道设计，实测下来读写速度 OK， 延迟略高。硬盘是一块7数的 SN530-2230尺寸的512G PCIe 3.0固态硬盘，实测结果如图。那最后就是电池了，56瓦时的容量，直接进行续航测试。PCMark 10现在办公最终成绩为1小时43分钟。同样的实测环境下，使用机器自带的播放器播放一段 4K 游戏视频，1小时耗电27%。那像这样设置去看视频的话，大概呢能连续看个3个多小时吧。那我们先用鲁纳诗核对一下机器的配置情况。CPU 方面，12代酷睿 i5-1250H 12核16线程 ，P 核最大睿频频率 3.3G 赫兹，E 核最大睿频频率 4.5G 赫兹，3G 缓存18兆，连续跑10轮 R20 多核，最高5478，最低5238，差值240分。这个差值呢是有些大的，功率稳定在80瓦左右，单核跑分在648分左右。动核性能呢是略强于100瓦的 i7-1180H。我们与之前测过的天选3锐龙版的80瓦 R7-680H R20 单核有574分左右，多核5327分。再对比测过的暗影8的80瓦 i7-1270H R20 单核678左右，多核6370分。戴尔游侠 G15 这颗 i5-1250H 单核测试表现是介于 R7-680H 和 i7-1270H 之间的，单核测试比天选3锐龙版高了 12.8% 左右，比暗影8低了 4.4% 左右，多核测试比天选3锐龙版高了 3% 左右，比暗影8低了 14% 左右。R23单核1704分，多核13395分，功耗80瓦左右。天选3的锐龙版 R23单核1492分，多核13577分，暗影8 R23单核1778分，多核16187分。G15 单核比天选3锐龙版高了 14% 左右，比暗影8低了 4% 左右，多核比天选低了 1.3% 左右，比暗影8低了 17% 左右。可以看到 i5-1250H 单核测试表现要略强于 R7-680H， 多核的测试表现则与 680H 差不多。不过与 1270H 相比的话， 1250H 多核要明显弱一些。显卡是 RTX 3050 Ti 4G GDDR6 显存容量， TDP 95瓦，支持独显直联。TimeSpy 显卡得分5850分。接下来生产力测试 ，PCMark 10总得分7125分，其他测试得分如图。CoreMark 测试 G155520总体得分1831分，其他跑分如图。接下来游戏环节，游戏均设置为在1080p下确保游戏帧数60帧能开启的最高画质，对应帧数如下。那我也做了个表，便于大家查看。CSGO 1080p 默认高画质，平均帧数233帧。英雄联盟 1080p 默认极高画质，平均帧数159。DOTA 2 1080p 默认最高画质，平均帧数211。绝地求生 1080p 3级制设置，平均帧数172。永劫无间 1080p 默认极高设置，开启 DLSS 自动，平均帧数93帧。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默认高画质，开启 DLSS 质量，开启光追，运行自带的 Benchmark 跑分，平均帧数94。关闭光追，再次运行 Benchmark 跑分，平均帧数提升至102。荒野大镖客2 1080p 默认高画质，关闭垂直同步，未开启 DLSS， 运行自带的 Benchmark 跑分，平均帧数53.9。刺客信条英灵殿 1080p 默认中画质，运行自带的 Benchmark 跑分，平均帧数63。孤岛惊魂6 1080p 默认极高画质，开启 FSR 1.0 极高画质，运行自带的 Benchmark 跑分，平均帧数80。极限竞速地平线5 1080p 默认高画质，关闭垂直同步，开启光追，运行自带的 Benchmark 跑分，平均帧数82。从这个简单的游戏测试中也能看到，3050 Ti 的 G15在Win11的加持下，不管是时下热门的网
网游还是《鹰眼杀手》的3A 游戏，在 1080P 分辨率下都是可以畅玩的。那区别呢，就在于游戏画质的设定了。最后进行考级测试，单考 FPU 10分钟 ，P 核频率3.9 吉赫兹左右 ，E 核频率3.0 吉赫兹左右，平均温度93度，平均功耗80瓦。甜甜圈单考显卡10分钟，频率1885兆赫兹，平均温度59.8度，平均功耗89瓦。FPU 加甜甜圈双考10分钟 ，CPU P 核频率约2.79 吉赫兹，E 核频率约2.39 吉赫兹，平均温度77度，平均功耗48.8瓦。显卡频率1802兆赫兹，平均温度62.4度，平均功耗80瓦。CPU 加 GPU 合计平均功耗约129瓦。双考时机器表面温度最高46.5度，最低22.3度，最高温度呢主要集中在转轴的区域，距离机器30公分左右，机器噪声47.7分贝左右，这个噪声呢不算太大。那机身位的噪声57.4分贝。最后关于机器的优缺点方面，优点性能释放不错，支持独显直连，屏幕表现不错。缺点方面，硬盘扩展性差，相比于高配版阉割了雷电4，同时也阉割了电池容量。入手建议方面，适合于对硬盘容量或扩展要求不高，还想入手一台性价比尚可的游戏版的朋友。毕竟戴尔的品牌 G15-5520的性能表现也还是不错的。那我们总结一下吧，实际上目前这台3050 Ti 版本的游侠 G15性价比并不高，即使我是以6099入手的，也还是距离真香机差了一截。毕竟同为 G15的上一代5515 3060版低价呢也就5899。那我最近呢也刚发过购机推荐视频，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去回看一下。而且相比上代5511和5515，新一代的游侠 G15 2020版本虽然在 CPU、内存、性能释放等方面进行了常规升级，但全系列 G15新品阉割了一个 M.2 的硬盘位，这呀是实打实的。对，你没有听错，包括3070 Ti 版本以及刚发布的5525也是这样。毕竟是游戏本啊，那现在的单机游戏都挺占硬盘容量的，如果不支持扩展，那后期真的是太不友好。虽说机器支持最高2T 容量硬盘，但是出厂标配的 512G 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可能也够用，但是如果你想升级一下硬盘的话，那要折腾起来换一下是真的很麻烦。更关键的是，戴尔明知道这个问题不改善也就罢了，也还是没有考虑将标配的 512G 固态换成1TB 的容量销售。不过也还是有一些好的改善的，比如3050和3050 Ti 的版本也新增了独显直连。那么关于游侠 G15 2022，各位帅佬你觉得如何呢？如果价格再低一些，比如低到现在红旗暗骑士琴2022史迪价那种价格，你会考虑上车吗？如果出厂硬盘按1T 容量销售，你对此还有顾虑吗？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那本期视频内容就这些了，视频内容均为个人实测体验，仅供参考。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点关注。这里是电玩家，我们下期见。之前做过开箱的戴尔游侠 G15-5520终于测完了。这次测试的 G15是 i5-1250H 加 RTX 3050 Ti 的版本。那先从重量方面开始，裸机2.45千克，适配器0.67千克，合一起呢约6.2斤。整个机器外观设计与去年测过的5511并无明显变化，塑料的材质 ，logo 位于 A 面的居中位置，机器支持单rod开合，屏幕晃动适中。打开 B 面，先开机看一下桌面，很干净，预装了杀毒软件和外星人的控制台。屏幕是友达的15.6英寸，16:9 1080P100% sRGB 165赫兹屏，屏幕亮度300尼特，实测屏幕色域100% sRGB 77% NTSC，色准最小值0.48。